这个鱼我敢说，大部分人都没吃过。你一瞅瞅长得忧不忧伤，呆不呆萌？你再瞅瞅这两个大嘴裙子，像不像水滴鱼？那么它究竟是什么鱼？到底好不好吃？本期视频咱们就研究它。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条长得奇葩的鱼。这个鱼在我们这块俗称海兔子鱼，还有的人称之为胖孩、大学生。它的正式名叫斑纹狮子鱼，是游形目狮子鱼科的一种。哎，你看它长得像不像水滴鱼？哎，特别的萌。鱼鳍长得特别像兔子的耳朵。它还有个兄弟长得跟它很像，叫细纹狮子鱼。区别就在于身上的花纹，一个是斑状的，一个是条状的。你们盲猜一下它的价格能是多少？我要是告诉你价格，你们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大姐，这个多少钱？这个3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呢？对。来2条来。来。3块钱一斤啊。26块6，给我26。26啊，26块6，说26。大姐挺够意思啊。3块钱一斤，我这2条啊，这么大的才花了我20多块钱，量大还能优惠。这也是我做视频以来成本最低的一期视频，白嫖了啊！我也不好意思要赞了。那么这个鱼都有什么特点？这么便宜的鱼到底好不好吃？老惯例，先抛了再说。海兔子鱼的特点十分的特殊，你看这体型像不像一个巨型的大蝌蚪？鱼肉中含水量相当的高，鱼头和鱼鳍几乎都是凝胶质结构，死后就瘫了。你看这小鼻子、小眼儿、大嘴裙子，非常的卡哇伊。它的牙齿并不锋利，进食方式主要是吞咽，吃一些小鱼小虾。在海里，它最大的天敌就是安康鱼。我曾经解剖过一条大安康鱼，在胃里发现了正在被消化的海兔子。然后在海兔子的胃里又发现了高粱叶子，这真是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呀。它的鱼皮没有鳞，但是长有颗粒状的小鳍，非常的硬，所以这个鱼皮不能吃。来，往这儿看，在它的腹部这个位置有一个圆盘状的部位，这是它的吸盘，具有吸附功能。兔子鱼玩耍累了的时候，就会利用这个吸盘吸附在礁石上休息。好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我本想给你们好好的扒拉扒拉，但是画面非常的不友好，这个过程就不给大家展示了。这是它的鱼竿，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味道不错。鱼肚和安康鱼的鱼肚口感一样。这是它的精巢精华之物。哎呀，这个鱼的眼神看着咋那么不友好呢？重点来了，兔子鱼怎么处理怎么做才好吃呢？要么就晒鱼竿，要么就炸。大家可以收藏一下，以后没准能用上。首先得先把皮扒了，先把头去了。它的骨头很软，不用使太大力，轻轻就能剁掉。皮非常的好扒，轻轻的一脱落，哎，这就下来了。鱼头没啥肉，但是嗦了也能吃。去鱼身上的皮时，先把鱼鳍去掉。你看鱼鳍都是凝胶质结构，透明的，然后轻轻一撕，哎，大白肉就露出来了。如果炖着吃的话，就改成大段就可以炖了。要是晒鱼竿的话，就不用改刀。扒完皮用盐腌上，挂在外面风干。风干好的鱼竿口感非常的哏啾，用蒸锅蒸10分钟，柚子就会变软，徒手就能撕开。蒜瓣肉味道嘎嘎板正，在大连和胶东地区是一道非常有特色的海鲜。今天我要重点讲一下炸海兔子鱼。炸着吃比炖着吃更有味道。先把鱼肉片下来，你看柚子非常的嫩，中间会有一排刺儿，最好去掉。切成稍微大点的块，调味加入盐、胡椒粉、鸡精、一奶奶的黄酒、灵魂辣椒酱，搞一勺。用我性感的小手抓固均匀，多抓一会儿，让它起胶，抓成这个熊样就行了。炸之前把粉拍匀乎的，我用的粉是香炸果粉。起锅烧油，油温感觉有6、7成热的时候，码好队形，多炸一会儿，放心，水分大，炸不糊的。等炸到这种金黄时，捞出，升高油温，再次复炸定型，这就好了啊。椒盐、秋皮酱必不可少。来吧，开始把味儿。品尝美食的时刻到了啊！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那挺香？先来一个秋皮酱的啊！哎，来，没吃过的小伙伴，你们先尝。蘸上秋皮酱就变成了一个咸甜的口，柚子非常的嫩啊，外酥里嫩。水蚕每个人都吃过吧？口感跟水蚕一毛一样，入口即化，鸭蛋们肯定爱吃。再来个椒盐的啊，
其实我个人呢还是爱吃椒盐的。小味儿一下就上来了。蘸椒盐它就变成了一个咸咸的口了，哈点小啤酒，它炖卤着。每个鱼段里面都是有汁水的啊，因为它的含水量非常的高。鱼刺呢我都处理完了，大胆放心的照。做总结啊，买这种鱼最好是去早市或者码头，因为鲜的海兔子鱼放不住，必须当天捕当天吃。你要是放到第二天的话，就变质了，这个鱼就化了。做这些视频也是想让大家了解海兔子鱼，多一点生活常识嘛。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想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关注老郭，咱们下期见，拜拜。鱿鱼每个人都吃过，但你们会区分原浆和泡水的鱿鱼吗？在游界中，哪款鱿鱼才是真正的王者？本期视频鱿鱼大解密。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今天咱们整一期鱿鱼啊。有不少小伙伴问，鱿鱼买回家煮完缩水怎么回事？而且缩的还不是一点半点。还有的人问，鱿鱼看着很新鲜，但是吃起来咬不动，跟皮拉肉的。那么什么样的鱿鱼才是正经的鱿鱼？怎么挑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几种从低端到高端的几款鱿鱼，咱们分别进行评测。本期视频都是干货啊，建议大家转发收藏。咱们还是一边泡一边讲，开整。泡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如何区分鱿鱼的好坏。鱿鱼的水可深着呢。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鱿鱼啊，一般都分为原浆和泡水的。大部分的原浆鱿鱼都是在船上活动的。鱿鱼也是海鲜冻品中为数不多的近似于活的口感之一。活动的鱿鱼甚至要比冰鲜的口感更好。好了，我们重点讲一下泡水鱿鱼。泡水鱿鱼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用冰的淡水泡，另一种就是加过科技水泡过的，煮完以后就抽吧了。水中会添加3聚磷酸钠、小苏打、食用碱，还有一些护色剂、保鲜剂、去酸剂。经过这些添加了科技水泡过的鱿鱼，除了起到保鲜和软化肉质的作用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使鱿鱼增重。淡水泡过的能增加10%到20%左右，科技水泡过的就牛了。如果下料猛点，至少能够增加30%左右的重量。蒸的那些重量都是水，用手一挤，你看这水不都出来了吗？而原浆的鱿鱼它是挤不出来水的。重点来了，那如何区分呢？教你一招，就看鱿鱼的耳朵。泡水后，鱿鱼的耳朵是硬的，身体发白；而原浆的鱿鱼耳朵是软的，身体发红。表皮的色素板越清晰，证明新鲜度就越好。我手里拿的这条鱿鱼是我国的近海真鱿，20左右一斤，是标准的原浆活动的。你看这个耳朵是非常软的，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形，胴体不是很胖，耳朵不是很大。近海真鱿的口感吃起来是很脆嫩的，这是它的内部结构。大家要注意，很多人把这个部位当成了寄生虫，不是的啊，这是它的精夹，是可以吃的。鱿鱼新不新鲜，从肝脏上也能分辨出来。新鲜的鱿鱼肝脏非常的硬整，选鱿鱼就照这个标准选，一点毛病没有。有一种鱿鱼大家要学会识别，网上很多都卖这种处理好的大鱿鱼板，像这种体型稍大的一般都是秘鲁鱿鱼，胴体宽肉厚，용鳍特别大，死后外皮呈黑褐色。这种鱿鱼体内的酸性物质比较多，口感不是很好，其优点就是价格便宜。进口鱿鱼中，阿根廷鱿鱼算是不错的，都是整体活动，外皮呈枣红色。除了鱿鱼有泡水的，市场上更多的是海兔和八爪鱼，尤其是内陆地区，你们买到的基本都是泡水的。如果你们遇到这种形态的，色素板呈灰色，看上去很干净，100%都是泡水的。咱对比一下，海兔除了看耳朵硬不硬外，看须子，泡过水的须子很滋楞，原浆的海兔须子都是耷拉下来的。八爪鱼看颜色，泡过水的八爪鱼体色灰了吧唧的，然后看八爪鱼的腕间膜，腕间膜只要是肿起来的都是泡水的。我给你们做个实验，一煮就原形毕露。同样大小的海兔，一个是原浆的，一个是水泡的，来见证奇客的实际。看见没？相差多少？至少能差1/3吧。原浆的基本是不缩水的，鱿鱼也是一样。你看颜色都不一样，泡过水的煮完飞包溜瘪。我告诉你啊，你们在夜市或者路边摊吃的这个铁板大鱿鱼几乎都是泡水的。好了，给大家介绍2款游界中的高端货枪鱿，这2只都是活动的。上面这只来自我国福建，俗称大管火箭鱿，
正式名中国枪乌贼，这一条60多。下面这只叫长枪乌贼，主要分布于日本海域，进口货价格也比较离谱，180一只。高端的日料店采用的都是这种，两者区别看似一样，但区别也是很明显。注意看它的尾部，长枪的尾部很细很锋利，形似红缨枪，而大管的尾部还是一个平缓的倒三角形态。还有一处特征就是长枪乌贼的出手腕非常短，这个特征也是从外表来区分与它尾部长得很相似的渐渐枪乌贼的重要标志。很多人都疑惑鱿鱼和枪乌贼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其实鱿鱼就是枪乌贼和鱿鱼的俗称，鱿鱼也叫鱿鱼。这两款枪油都属于枪乌贼科和闭眼亚目。闭眼亚目是啥意思呢？就是它们的眼珠子是封闭在头部里的，眼珠子表面有一层膜保护着。而鱿鱼科的一般都是开眼亚目，眼珠子裸露于体外，没有角膜的保护。来看一下枪油的内部结构。枪乌贼科的特点就是肝脏非常小，没有鱿鱼科的发达。如果是尾枪乌贼属的大管，在它的末囊两侧有一对透明的腺体，这是它的发光器。但长枪乌贼属的长枪乌贼是没有发光器的，鱿鱼科的一般都没有。两者的大宝剑也有所不同，枪油的盛世屠龙，而鱿鱼的形似倚天。金甲又发现金甲了，这个金甲看见没？带钩的，主要起到一个附着的作用。金甲会通过这根金花腕，也就是加油枪，将金甲送入雌性体内。每个精甲囊里面都有大量的精子，时机一旦成熟，精子就会破壁而出，完成使命。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釉质，长枪的釉质透光度非常好，不仅是新鲜的原因，它的肌纤维也很细密，基节更长，结缔组织较少。这种结构是釉质保证鲜嫩的重要特征，反之釉质就会老。相比之下，鱿鱼科要比枪乌贼科的肉会更老一些。有人问鱿鱼发白了是不是变质了？鱿鱼有个特性，即有种自带嫩化作用的内源性蛋白酶，常温状态下能很好的分解肌原纤维蛋白，使其坚韧的肌纤维得到溶解和嫩化的效果。鱿鱼的肉只要不发黏，就还未达到坏的程度，所以发白的鱿鱼口感会面抖，颜色透亮的口感会硬整。来，咱们尝一下180一条的长枪乌贼是什么口感。做了一个白灼，一个刺身。头一回吃这么贵的鱿鱼，先尝个白灼的。说一下啊，鱿鱼啊，它适合煮，不适合蒸，因为鱿鱼的熟点特别低，你蒸的话，它火大，特别容易老啊，这点要注意。尝一下啊。去，果然啊，鲜嫩爽脆甜，海鲜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脆度和甜度远高于普通的鱿鱼。如果要是和东山大管比的话，没感觉吃出来太大的差异。东山大管和长枪的味道基本上相似。试一下刺身吧，我这个是切的条啊，切的比较细。这个刺身吧，我熟成了半天，味道鲜甜，没有腥味儿，口感有一些糯，略黏，越嚼回口越甜，非常不错啊。做个小总结啊，在有界如果刺身的话，长枪乌贼那绝对是这个啊，味道没毛病。但如果熟吃的话，就性价比而言，不如吃东山大馆，味道基本相似。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啊。想了解更多的海鲜知识，关注老郭，咱们下期见，拜拜。